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师努隆基 Sam。最近连续跟大家分享了 Honda CL Street， 还有这个 BMW 小鸟的这个试乘心得。那当然这两台车都是因为我有考量到安装后箱的旅行的问题，我才去试乘的哦。但是介绍心得之后啊，感觉大家好像还蛮喜欢这类的主题的，是不是？那后来我就想到说，我自己的爱居 Honda CB300R， 我也牵车快要满2年了哦。那里程也有12000公里，这个不算骑很多，但是我也环过岛，上过武岭了。结果啊，我自己反而都还没有做过一集这个 CB300R 的完整的心得分享。所以啊，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台车以及 CB 车系的家族史。如果你是重机新手，正在考虑要不要入手 CB300R 的话，建议你可以先看完我的影片再做决定。那如果你也是 CB300R 的车主，甚至于你是车圈的老手前辈们啊，那你也可以听听看我所整理的 CB 系列的历史发展哦。CB 系列其实并非全部都是 Newer Sports Cafe 的样子哦。最早的 CB 车款出现在1959年，它的型号呢是 CB92， 它是125cc 排气量的这个摩托车，它的引擎最大马力是15匹，但是每分钟的转速已经突破1万转哦。哇，这个有点难想象哈，125cc 的1万转是什么样子？我的那个125cc 白牌车，我骑到6-7千转，我就觉得好像快废了啊！竟然可以突破1万转，1959年的 CB92。那后来比较知名的 CB 车款呢，也都是像 CB400啊、CB1001啊，然后最大到 CB1300，这种比较复古的设计，还不是 Newer Sports Cafe 的样子。那这些本田的车款啊，如果它有去强化一些特质，那本田就会在他们的这个型号后面加英文字，像 CB400， 它就有所谓的 CB400SF 或是 CB400SB， 但是像本田的 CB 多少 F 系列呢，本来意思指的是应用范围极广的万能型街车，譬如说 CB750F 或是 CB900F， 那他们都是4缸车。当然也还有这个中间级距的CB500F， 然后也还有 CB500X 500X 这种的 CB 车款哦。这边的 X 是指 cross 跨界的意思，所以 CB500X、200X 或是150X 它都是做成跨界多功能车的样子。那再加上 R 这个字的话呢，多少多少 R， 那这个就是有 racing赛车的意思啦，就是在强调这台车的运动性能。就像这个 CBR1000R， 它后面还有 RR， 还有 RRR， 就是这个 Double R 跟那个 Triple R 这有一种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哦。回到我们的 CB300R， 那根据我的搜查呢，从2009年开始就有 CB300R 的出现了，但是当时的造型还是比较像原本 CB 系列的样子。后面几年呢，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小改款。那一直到了2017年10月的东京车展，本田就发表了 Newer Sports Cafe 的这个概念车。然后过了1个月，在米兰的车展当中，本田就正式发表了量产车样式的 CB1000R、CB300R， 还有 CB125R。然后到了隔年的米兰车展，又再次发表了 CB650R。至此 Newer Sports Cafe 的大哥到小弟基本上全都到齐啦。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本田的官网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上面有所谓的大型2轮、大型2轮 AT 限定、普通2轮、普通2轮 AT 限定，这些就是他们的驾照的分别不是骑摩托车都一样的驾照，分那么多类型的。好，然后呢，排气量的话，它基本上就分400以上，或是250到400这样。那这边就有看到它的 CB1300了有 SF， 还有 SB 的，然后还有 CB1001的 EX， CB1001RS， 都是这种比较复古的造型。这个是 CB 家族的。
然后这边就看到了CB1000R， 这是 Newer Sports Cafe 的。然后再下来呢 CB650R， 这个是二哥刚刚是大哥，这是二哥。这边还有 CL500， 这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对不对？在日本当地是叫 CL500 这样子。哇，售价好便宜啊，才80多万日币，除以4的话20出头而已好，这边就是神车啦 ，CB400 SF， 还有 CB400 的 SB 这样子SB 就是有多了那个头罩，车灯不一样。那这边有看到400X， 这个应该就是所谓的 CB400X 啦。然后我们看到这边还有这个 GB350 跟 GB350S， 这个在台湾是叫做 CB350 啦。那这个车其实也是卖得很好，虽然是印度做的，但是它很便宜嘛，然后又有那个样子。这边有 CB250R， 应该就是我们的 CB300R。你看它的售价56万而已，除以4的话呢，才10几万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CL250， 听说大小跟 CL500 是一模一样。Rebel 也有250的，这在日本有这样的车款。然后他们的第3种分类就是50到125的这个 CB125R 就在这边啦。那台湾是 CB150台湾的部分呢，2015年台湾本田成立，再次进军台湾市场。然后他们一直到2019年，也就是这个发表隔了2年呢，才正式的引进 Newer Sports Cafe 的系列的车种。而我是在2021年来入手当年份泰国生产的 CB300R。我选 CB300R 是看中它的轻巧无负担、省油好保养、外形够帅气，然后适合在后座那最后很现实的就还有价格啦，这可以说是当时的我看中的这个档车当中价格最容易入手的它就是这样定位在重机新手的入门车款，所以售价是相对便宜的。那也就所以呢，没有什么配备，电控就只有 ABS， 还有一个叫做 IMU 惯性侦测系统。那这个 IMU 跟大家聊一下，以前我一直以为是防腐局，后来我发现不是仔细研究了一下，一个 IMU 里面会装有3轴的陀螺仪，还有3个方向的加速度计，用来测量物体在这个3维空间当中的角速度还有加速度，以此来解算出物体的姿态。这个学物理的人就觉得很有感那这个东西它可以应用在智慧型手机，还有穿戴设备，像什么 AR 啦、VR 啦这种，也可以放在无人机上面，还有扫地机器人上面。没想过吧？上面有 IMU 那 IMU 如果用在机车上，它就可以监控车辆的动态，包括车身的这个仰角、俯角倾角，还有加速度，这些它都能够掌握了。那在 CB300R 上面呢，这个 IMU 它会以1秒100次的频率来侦测车身的姿势、角度等等惯性变化，来抑制后轮翘起，那也就是俗称的盖棉被所以你急刹也不怕，因为有 ABS 跟 IMU 嘛，所以你的轮胎呢不会锁死打滑，你也不用怕呢会盖棉被，后轮整个翘起来翻过去这样子。不过提到这个刹车说实在的CB300R 的刹车力道原厂不会很大，一般的状况下都会刹得住，但是遇到紧急状况需要急刹的时候，你会有一点点快要刹不住，然后还有点往前滑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可能把这个刹车的来令片更换过就会改善了。那网络上大家还有说到一个缺点是齿盘跟链条的声音很大，但是我自己其实觉得还好因为上路的时候风声那么大，你根本就听不到啊。然后呢，有人可能会说，那你应该要戴进口帽那风切声就会变小我真的还有戴过1万多块的帽子来骑车过这个不止风切声，基本上什么声音都变小了，很安静所以基本上也是听不到后面传来的那个链条声，你车是往前跑的嘛，后面的声音听不太到的。反倒是在地下室停车场移动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旁边有墙壁会反射声音，的确是有比较大声的这个链条声啦。但是对我来说，我不会把这一点归类为缺点。
因为反正上路了自己也听不到真正有影响的我觉得是档位显示，虽然没有也能够骑啦，但是有的时候你已经在6档了自己也不知道，然后你速度上来了你就会觉得还要再往上打嘛，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打不上去，那个左脚要白做了一次打档的动作如果有档显就不会这样了常常我都要在那边确认6档了没6档了没这样子。那再来我还有一点点介意的就是没有滑离那它的降档的顿挫感的确是会比较大，特别是在2档降1档的时候如果你那个离合器放太快的话，你会顿到屁股快要跳起来的程度快要跳起来。但是如果把离合器控制得好一点呢，你也就不会那么不舒服了。可能我骑了2年都已经习惯它的特性了，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了。后来的2022年式它就马上加了滑离跟档显，然后还降价3000，哇！我就只好一直告诉自己说，那我先买先享受这样来安慰自己啦。不过后来这个2022年式的车子有一个召回事件，那我就会想说，哇，那还好我有早一点买，是不是？不过就算是被召回啦，你回厂更换一下零件，公司还会给一点点赔偿，那也是还蛮划算的那这个就是公司车的优点之一啦。那我想提一下，公司车还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附免费安驾课程，上几次都可以不过这个是初阶安驾啦，初阶的。那他还会附早餐三明治饮料然后那个中餐呢，便当跟手摇饮完全免费那进阶安驾则是要自费1500。那这个部分呢，收获我是觉得见仁见智啦。我自己觉得没有学到很多东西，那有的人是觉得获益良多。那这个进阶安驾呢，如果你车都买了应该大部分的车主是没有差这1500啦，应该都还是会去上赚到一个经验跟观念，我觉得也还是不错的。那最后来跟大家谈一下养车的成本保养换机油的部分，之前我有一支影片大家可以去参考。不过呢，我也不是要教大家怎么养车比较省钱我也不是什么挡车大师我只是分享自己的经验。如果你在台本买这台车之后，你可能会面对哪些支出，跟大家分享而已。那之前有人就来酸说，连机油都不会自己换的人没有资格在这边教大家养车。但是我相信其实有很多人他也是只懂这个车子的原理，没有亲手操作过甚至于有人是会他只是懒得自己动手，对不对？那会修车改车的人，我觉得当然也很厉害没有不好这当然是最高境界，很棒但是一定也有一批人只是因为爱骑车而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不代表要懂修车才能够骑车嘛，对不对？那我呢是只想骑车就好，维修保养这个东西就交给本田，这样比较省事啦那最后补充一个骑重机的话呢，轮胎也是一笔开销因为重机的轮胎都比一般的白牌要贵上蛮多的。像我的前轮呢是在11000公里的时候下课了后来我就去买了2条倍耐力的那它的前轮是2800，后轮是4001块因为这个价格是会变动的。工资呢，本田是收1800，也就是换到好呢就是8601元。那因为后轮是比较粗的用的材料比较多，那就会比较贵，那这也是正常的。好，那这就是呢以上跟大家分享我牵这台车已经满了2年，我所遇到的一些状况，我骑乘的感受，还有跟大家介绍 CB 家族的历史。我也是这一次做这支影片才自己去找才发现的，发现蛮有意思的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